1996年8月2日的凌晨，南太平洋，一艘名为佩斯卡马号的远洋渔船上，6名中国船员手拿尖刀，接连杀害了7名韩国船员。几天之后呢，又有3名印尼船员和1名中国船员被扔下了船，总共有11条人命消失在了太平洋的波涛之下。那么当时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们到底有怎样的恩怨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著名的佩斯卡马号事件。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的远洋捕捞行业迅速发展，海员职业有了很多的空缺，但是这份工作非常的辛苦，而且呢，一出海就是几年的时间。韩国的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份工作，于是呢，就有了很多外籍劳工填补了这个空缺。44岁的全在谦就是其中之一。全在谦是中国朝鲜族，当过兵，退伍之后在村里的小学当过老师，是3个孩子的父亲。大女儿即将读高3了，小儿子还在上小学，而他的母亲身患严重的心脏病，需要多次手术，每次的费用都高达2到3万元。为了给母亲治病，供孩子上学，全在谦在1995年第一次出海当船员，1年半之后呢，他带回来了5万元。这笔钱呢，救了自己的母亲的命，但是很快就花光了。听说韩国远洋渔船又在招人了，全在谦决定再干一趟。和他在一起报名的呢，还有6个吉林通话的朝鲜族老乡：李春盛、崔万峰、朴君南、白宗范、崔日圭、崔景浩。他们中呢，有人是刚结婚不到1年，为了盖房子欠了一屁股债；有的呢是家里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要养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干这种要命的活。他们每个人交了2万元的押金，如果中途要退出的话，这2万元的押金就没了。就这样呢，他们踏上了这艘名为佩斯卡马号的韩国远洋渔船。他们不知道的是呢，他们即将登上的是地狱之船。佩斯卡马号是一艘294吨级的中型金枪鱼捕捞船，注册地在洪都拉斯，实际的运营方是韩国太阳渔业公司。船上呢，总共有24名船员，7名韩国人，10名印尼人，7名中国人。船长叫崔基哲，33岁，年龄不大，但是脾气非常的暴躁。此前呢，就因为殴打印尼船员致重伤，闹到了印尼大使馆。甲板长姜仁浩，身高1.8米，体重有130斤，曾经是韩国海军陆战队的班长是人高马大的，脾气也非常暴躁。大副叫做李仁熙比较好沟通，他和中国船员们的关系比较好。1996年的6月16日，佩斯卡马号从韩国釜山港出发，驶向南太平洋菲尼克斯群岛海域，他们将在那里进行为期2年的金枪鱼捕捞活动。全在谦等中国船员呢，每个人可以得到1500元的月薪。这些钱呢，放在现在是不算多的，但是在当时平均月薪只有几百元的情况之下，月薪1500元已经是高出很多了。相比较外籍劳工呢，韩国船员的工资要高了很多，一般呢都是固定工资加提成，而且呢他们都是管理岗位，所以呢在远洋捕捞船上经常会出现韩国船员殴打压榨外籍劳工的情况，因为只有让外籍劳工拼命的干活，捕到的鱼才会越多，韩国员工最后得到的工资才会越多。启程的第2天一早，甲板长姜仁浩就把所有人叫到了甲板上练习绑鱼绳。7名中国船员当中，除了全在谦有出海的经验，其他的6名中国船员都是第一次出海，晕船晕的是翻江倒海呀，胆汁都吐出来了，站都站不稳。而甲板长姜仁浩对此事视而不见，一脚就踹在了中国船员的屁股上，还大骂他们是没用的东西。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6月18日，姜仁浩用鱼绳结敲打中国船员白宗范的头部。6月19日，一名印尼船员被扇得满脸是血呀。6月20日呢，全在谦被叫到了船舱里，姜仁浩二话不说，一拳就打在他的脸上，鼻血直流呀。全在谦挨了打之后，忍气吞声的道歉，得到的回答是：你以为前2天我不打你，以后我就不会打你了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殴打和辱骂成了家常便饭。姜仁浩对中国船员说：你们的孩子该不会是从你们家母狗的肛门里掉出来的吧？像这类侮辱让所有的中国船员感到屈辱，但是无人敢反抗，因为他们还有2万元的押金在船上呢，那是他们全家的血汗钱呀。
6月22日，白宗范因为数错了鱼绳的数量，被蒋仁浩一拳打晕在地，过了很久才爬起来，才醒过来，连续吐了几口血。船上没有医生，没有人能够帮到他。6月27日，暴力全面升级了。当天的凌晨5点船长崔基泽亲自下场。中国船员崔景浩因为动作慢了一点，被蒋仁浩用木头砸到了头部，头破血流。中国船员们觉得再这样打下去，钱没有赚到，命都搭进去了。于是呢，他们找到了大副李仁熙。李仁熙这个人比较好说话，至少他没有打骂过中国船员。中国船员呢，特意写了一封信，想让李仁熙呢交给船长。信里大概的意思是请求船长不要再殴打中国船员了，如果有人被打伤的话，反而会拖慢捕捞的速度，并且呢，保证一定会好好工作，保证会听从船长的安排，尽快圆满的完成远洋捕捞的任务。不过呢，大副李仁熙并没有把这个信直接送到船长的手里，他想着哪天船长心情好的时候再将信给他。结果呢，还没等到合适的时机呢，就出大事了。有一天，李春盛因为挂鱼饵速度慢了一些，被船长追着打。之前打人的时候，这个用的工具大多都是鱼绳之类的比较轻的东西，被打之后也没有什么大碍，不会致命。而这一次，船长手里可是拿的铁棍李春盛被要求跪下，前2下李春盛躲开了，第3下铁管砸在了他的肩膀上，力量很大。他当时就意识到了，如果这一下砸在自己的头上的话，自己可能就死了。对方这是要下死手呀！忍无可忍的李春盛猛地就站了起来，一把夺过铁管，锁住了船长的喉咙。其他的中国船员立刻抄起身边的家伙，就站在了一起，和韩国的船员形成了对峙。印尼的船员呢，看到情况之后，也站到了中国船员这边。双方在甲板上对峙了整整3个小时的时间。中国船员就在那里非常愤怒地说：“不是已经把信给你了吗？我们已经保证要好好工作了，怎么反而还要下死手呢？往死里打呀！你他喵的是不是故意的？”大副呢，这时才坦白说，他说这个信呢还在我手里呢，还没给船长呢。船长这一看这个情形他知道只靠他们自己这边的7个船员是不可能完成捕捞任务的，于是呢就借坡下驴。他说自己并没有收到信，并且承诺以后不再打人了。对峙这才结束，但承诺在佩斯卡马号上面从来都是不值钱的。接下来的1个月里呢，韩国船员虽然没有再动手打人了，却换了另一种方式来折磨外籍员工。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推给了中国和印尼的船员，每个人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李春盛的床铺被安排在了紧挨着冷库的地方，每晚都冻得无法入睡中国船员们一商量意识到了再这样干下去，钱能不能赚到不知道，但自己的身体肯定很快就会垮掉的。7月27日全在谦写了一份报告，以自己身体原因为由，要求下船。除了讨好韩国人的那个崔万峰之外呢，其他的6名中国船员也纷纷提出了要下船。我不干了，对吧？崔万峰这个人比较善于拍虚留马，所以呢，韩国人不光没有打他，而且呢还给他安排了比较轻松的活，所以呢他并不打算离开。其他的6名中国船员都把他看作为叛徒。在6名中国船员提出下船之后呢，让人意外的是，船长崔基泽爽快地答应了。他说下船可以，但是你们得签字画押，说明自己是主动要求下船的。你们只要签了字你们就可以下船了。几个人在文件上签了字，按下了手印。船长接过文件之后脸突然就变了，放声大笑。他说：“你们这些兔崽子，你跟我斗，你们还差远了呢。”原来他被签的这个文件背面写的字儿写的什么字呢？此人不服从船长和甲板长的指示，拒绝工作，持凶器企图谋害船长，由此决定驱逐出船。这哪是什么协议这就是一份认罪书船长告诉他们，渔船正在开往西萨摩亚，他要把这6个人送进监狱，所有的费用包括船开过去的油费，他们在监狱里的食宿费等等等等，全部都由他们自己承担，再加上损失的押金和机票钱，每个人至少得背负10几万的债务。对于一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家庭来说，这意味着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全在谦把上船前花高价购买的救命用的2盒安宫丸捧到了船长的面前，低声下气地说自己的家里有3个孩子和一个生病的老母亲呢，希望船长能大发善心原谅他。结果船长把药给扔到了房间外面，并且说你们几个人就等着坐牢吧。
6名中国人还找到了大副李仁熙，希望能够帮忙在船长那边说说情。结果呢，李仁熙也拒绝了，因为他怕船长认为他和中国船员是一伙的。8月1日的深夜，6个走投无路的中国船员就在一起喝酒借酒消愁啊。在酒精的作用之下，大家细数着自从自己上了船之后遭受的种种虐待和侮辱每个人都是愤愤不平呀。这时呢，有个人说了一句话，说既然大家都走投无路了，为什么不把断送大家前途的那个船长先给他弄死呢？船舱里陷入了短暂的寂静，然后一起海上大逃杀就开始了。杀戮的计划很简单，全在谦呢负责把人一个一个的引到驾驶室里，其他的人埋伏在里面动手。8月2日凌晨1点半，行动就开始了。第一个目标就是船长崔基泽。全在谦呢叫醒了他，说有船只靠近的消息。船长呢走进了驾驶室的那一刻，李春盛、崔景浩和白宗范从黑暗当中扑了出来，金枪鱼刀连刺数刀船长最终被扔到了大海。第二个目标呢就是甲板长姜仁浩，这是所有中国船员最痛恨的人。全在谦敲响了他的房门，说船长叫他去驾驶室一趟。姜仁浩呢一打开门，一把斧子迎头就劈了下来。他反应极快，用手挡住了斧子，但是身后另一把刀已经刺入了他的身体。姜仁浩倒地之后，连续又被补了几刀，最终也被扔进了大海。接下来呢是船员朴忠胜、机械师金日烈、厨师长徐章洙、船员金新日。其中那个金昌烈死前的时候还苦苦的央求，他说兄弟们，我是机舱长，我死后船出了故障谁来修呀？但是杀红了眼的中国船员没有停手，一脚就把他踹进了大海。到了早上5点20分，6名韩国船员全部被杀。此时的船上韩国船员就只剩下了大副李仁熙一个人，因为他对中国船员还算是友善，另外呢还需要他来开船，所以李仁熙保住了性命。当时船上还有一个叫崔东浩的韩国实习生，这个倒霉孩子只有19岁，因为犯了阑尾炎，在前一天晚上刚刚被转移到佩斯卡马上，打算呢到西萨摩亚那里去治病。可以说他和这些中国船员没有任何关系，无冤无仇，纯属倒霉遇到的这件事，最终呢也被扔下了海。有3名印尼海员目睹了整个杀人过程，为了活命只能成为同谋，3个人被逼着把崔东浩扔进了大海。几天之后，另外3名印尼船员和那个没有参与杀人的中国船员崔万峰，也就是说的那个叛徒一起呢被关进了冷库里。本以为呢零下40多度的温度会把这4个人给冻死，结果冷冻机坏了，温度呢只能维持在0度左右。几天之后呢，这4个人也被扔进了大海。就这样呢，总共11条人命消失在了太平洋的波涛之下。屠杀结束之后，6名中国船员命令大副李仁熙要把船开到日本，打算呢偷渡到日本。这时候呢，大副李仁熙和其他几名印尼船员，他们都是非常紧张的，生怕中国船员杀红了眼把他们也给干掉了。特别是李仁熙，他无意当中看到中国船员用甲板上的材料制作了2个简易的木筏，而这2艘木筏最多只能坐6个人。他猜测呢，到了日本之后自己没有利用价值，到时候自己和印尼船员大概率会被灭口。中国船员呢很可能会把船给弄沉，然后坐着小船偷渡到日本。于是呢，李仁熙一直在寻找一个逃生的机会。8月24日，他故意让船体产生了倾斜，然后呢让6名中国船员去货舱里面整理货物，来调整船的倾斜度。等这6个人刚刚走进船舱的时候，李仁熙示意印尼船员迅速的把门给关上了。只有全在谦他的反应速度比较快，逃了出来，但是一个人寡不敌众很快就被制服了。第二天呢，一艘日本渔业指导船靠近，李仁熙跳海游过去求救。日本警方随后登船，将所有人都带走了。后来呢，把所有人都交给了韩国警方。消息传回韩国，举国哗然。韩国媒体大肆的渲染中国船员的残暴，对他们所受的虐待却只字不提。6人被描绘成杀人恶魔，韩国民众群情激愤，要求判他们死刑。1996年12月，釜山地方法院一审判处6人全部都是死刑，6人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
这里呢有一个细节，可能是因为全在谦的年龄最大，在几个人当中地位最高，所以呢韩国警方就理所当然的认为他是主谋。但实际上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全在谦是什么主谋。根据其他中国船员的供述啊，杀害韩国船员的计划是几个人一起商量出来的。当时全在谦并没有马上同意，而且还在犹豫当中的时候呢，其他人对全在谦说，你如果不配合的话，就把你也杀了。后来在采访当中，全在谦也表示自己非常的后悔，因为被杀的个别韩国船员和他的关系很好。关押期间呢，全在谦在牢房里面写下了一份万字陈情书，非常详细的讲述了他们在船上被韩国船员虐待和侮辱的整个经过，声称他们是被逼到了绝境，实在没有办法而为之。但是呢，韩国媒体对这份陈情书非常默契的选择集体沉默，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过。1个月之后呢，这份陈情书传回了中国。经过报社的报道之后呢，一名中国辽宁的律师，名字叫赵峰，他决定到韩国为自己的同胞辩护。但是呢，一名中国的律师在韩国打官司，必须得找一位韩国的律师帮忙才行。于是呢，他联系了当时还在当律师的文在寅。后来呢，他成为了第19任韩国总统。文在寅看过了卷宗之后呢，发现此案另有隐情。为了让真相能够让世人看到，他顶着卖国贼、中国人的走狗等骂名，决定为6个人辩护。1997年的4月，二审开庭。法庭上呢，文在寅极力的为全在谦等6人辩护，并且拿出了多项证据，证明6个人在船上被韩国船员虐待和殴打，被逼上绝境才激情杀人，并不是预谋杀人，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还在法庭上说，人有像人一样活着的权利。他们虽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真相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忽视船上发生的一切。最终全在谦死刑不变，其他的5个人都被改判成了无期徒刑。而全在谦呢，在2007年被卢武铉总统特赦为无期徒刑，当时的总统秘书长正是文在寅。转眼20多年过去了，6个中国船员呢，至今仍然在韩国服刑。唯一的韩国幸存者李仁熙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再也不敢出海了。至此呢，佩斯卡马号的事件告一段落，但远洋捕捞船上的暴力事件并没有停止。2016年，韩国再次发生了广贤号事件，只是这次事件当中被判无期徒刑的人不是中国人了，而是换成了越南人。当远洋捕捞的渔船开到公海上的时候，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型社会。当你不把别人当人的时候，对方也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人。当被逼到绝境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够守住人性的底线呢？这呢，大概就是佩斯卡马号事件给我们留下最沉重的警示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这里是海爷说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